你是不是有经历过，你和往常一样发了一部影片，但是这部影片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突然获得了很多流量，给你带来了很多观看量。你感觉这部影片和频道里面其他影片相比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但是为什么这部影片能够获得那么多流量？我相信会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，一部影片怎么才能够获得很多流量？需要等待多久才能够触发这机制？今天这期影片我们就来聊一聊 YouTube 演算法多久会给一部影片很多流量，如何打造一部爆款的影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。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经营率频道使用工具。首先，大家需要明白一点，不是所有的 YouTube 影片在 YouTube 上面都有机会成为爆款影片，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取决于观众，还有观众对影片的反馈，所以并不是 YouTube 演算法来决定是否让这部影片成为爆款影片，而是观众来决定的。所以在你制作影片的时候，不要有太多压力，想着每一部影片都要做到完美，追求成为爆款影片。每次都会想着这个话题是否是观众想要的，是否是观众喜欢的，也会因为一些话题而产生顾虑，会认为这样的影片话题不会有好的表现。当你考虑越多，你成长速度就会越慢，因为你无法控制观众是否真正喜欢你的影片，你只能够尽力去完成每部影片。那么一部影片是如何突然得到很多流量的，成为爆款影片的？在 YouTube 上面可以通过两种形式，一种是推荐流量，还有一种是搜索流量。如果你频道里面有一些影片表现特别好，你就可以去查看它的后台数据，你就可以查看到这部影片它的流量来源，还有多少%的展示次数是来自于 YouTube 推荐。例如我频道里面表现最好的两部影片，一部影片它主要流量来源是来自于 YouTube 搜索，有70%流量来自于 YouTube 搜索，有26%的展示次数是来自于 YouTube 推荐。另外一部影片有50%的流量是来自于 YouTube 搜索，有22%的流量是来自于浏览功能，其中47%的展示次数是来自于 YouTube 推荐。所以对于这两部表现好的影片，它们的流量来源是不同的，一种更偏向于观众主动搜索，一种更偏向于 YouTube 演算法推荐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两种流量来源。首先第一个就是推荐流量，推荐流量主要是由首页的浏览功能还有推荐影片的流量组成的。从你的 YouTube 后台可以看到，浏览功能主要是来自 YouTube 首页、订阅页面还有其他浏览功能的流量。推荐影片的流量就是显示在其他影片的旁边，或者在其他影片播放完之后显示的推荐影片。例如我的这部影片，它通过浏览功能得到展示次数是90多万次，有5%的展示点击率，获得74000多次的观看量。推荐影片的功能有56万次的展示次数，有3.1%的展示点击率，获得了25000次的观看次数。所以这部影片它的很大一部分流量是来自于 YouTube 主动推荐，会把这部影片展示给观众的 YouTube 首页上，也会展示给他们在观看影片的旁边。那么是什么原因让 YouTube 决定把一部影片展示给大量的观众？YouTube 算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只会做出一个小小的测试，例如把这部影片展示给1000个观众，从而去看观众反馈。如果他发现有很多观众对这部影片感兴趣，那么他就会加大推荐力度。有可能在这一次他会展示给5000个观众，再去看观众反馈。如果在这一次观众反馈依然很好，就会展示给更多观众，可能这一次是10000个观众。就这样不断的一轮一轮做测试，他最终会发现这部影片真的是观众想要的，是这群观众感兴趣的。所以 YouTube 演算法就会在这个时候一下子给很多流量，展示给非常多的观众。这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，一夜之间一部影片得到很多流量，成为了爆款影片。关于观众的反馈， YouTube 有一些衡量标准。第一个标准就是展示点击率，展示点击率就是展示所获得观看次数除以总的展示次数所获得比例。第二个标准就是影片的续看率，续看率就是观众观看了多少比例的整部影片。一般来说，理想的续看率比率是45%到55%。第三个衡量标准就是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，这就代表这部影片观众观看了多少时间。这些指标不仅会告诉 YouTube 观众是否对这个话题感兴趣，同时会告诉 YouTube 观众是否真的享受观看这部影片，从而 YouTube 也会知道是否值得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更多观众。所有的这些因素加起来才会打造一部爆款影片。第二个就是搜索流量， YouTube 也是一个搜索引擎，所以人们来到 YouTube 除了放松娱乐之外，也会搜索一些关键词，去找到他们想要的内容，去解决他们的问题。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些搜索量高的关键词，并且围绕这些关键词去制作影片，你的影片也是能够获得很多流量的。这是我频道表现第二好的影片爆发的原因。你可以看到这部影片通过 YouTube 搜索流量获得了92000次的观看次数。当我进一步探究，我就知道观众是通过搜索哪些关键词来搜索到这部影片的。其实这部影片在开始的时候表现并不好，甚至比我其他影片表现来更差，每天可能就几十个观众观看，所以这也导致这部影片是无法激活 YouTube 算法推荐机
机制的，因为这部影片表现非常一般，观众反馈并没有很好，所以这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告诉 YouTube 观众是否享受观看这部影片，让他决定这部影片是否值得推荐给更多观众。这部影片在发布一段时间之后，表现趋于平缓。虽然我现有订阅观众对这部影片并不感兴趣，然而有非常多新的观众一直在搜索这样类型的影片，并且非常喜欢这部影片。从这个时候开始 ，YouTube 搜索流量就成为了主导，再次激活了这部影片。所以大家在制作影片的时候，不要因为影片一开始的表现非常平庸而沮丧。如果有很多搜索流量进来，也是能够让这部影片起死回生，成为爆款影片的。其实我的这部影片做了很多关键词的优化，用的是 TubeBuddy 这个工具。如果你正在做 YouTube， 但是你没有使用 TubeBuddy， 应该赶紧行动起来，去使用 TubeBuddy。我的这部影片会教你如何使用 TubeBuddy 去找到高搜索量关键词。正是因为我优化了我的关键词，所以观众在搜索不同的关键词的时候，我的这部影片都会出现在搜索结果前列，有时候排在第一，有时候排在第二、第三，观众都能够很容易的发现这部影片。正是因为有很多人搜索这样的关键词，所以让我的搜索流量就迅速增加。搜索流量的好处就是，不管你现有订阅数有多少，不管你现有观众是否喜欢这部影片，不管 YouTube 算法是否推荐了这部影片，你的影片还是能够在 YouTube 搜索的算法底下去获得很多流量。这部影片我不想太深入的讲解如何找到搜索量高的关键词，并且如何做好 SEO 优化。如果想继续了解，我会把相关的影片放底下评论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搜索流量的，我频道大部分流量来源也是来自于 YouTube 搜索。搜索流量是相对稳定的流量，如果你能够围绕一些观众长期会搜索的关键词去制作影片，那么这就意味着你的这部影片会长期稳定的每天获得流量，并且这部影片也会每天给你带来稳定的广告收入。从长远来看，这对 YouTube 频道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并且当一部影片有了稳定的搜索流量之后，也会把其他 YouTube 看重的指标拉升上去，像是展示点击率、续看率还有平均观看时长，这有可能会再次激发起 YouTube 推荐算法，会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更多新的观众去看他们的反馈。那么回到影片开头的问题，一部影片需要有多久才能够获得很多流量？从我自身经验来看，这取决于两种流量对影片的反馈。就像我频道里面表现最好的影片，它在发布之后3个月才被 YouTube 算法大力推荐的。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发布之后的3个月，突然有一天，这部影片获得很多流量，被 YouTube 算法大力推荐，从而让这部影片获得非常多的观看量。而表现第二好的影片是在发布后1个月的时间，被越来越多观众搜索到的。你可以看到，在发布1个月之后，这部影片的成长轨迹就越来越快，相对于推荐流量是更加平稳的。这其实取决于有多少观众在搜索这部影片，在搜索这些关键词。但是 YouTube 的推荐流量会一下子把你的影片展示给非常多的观众，让你这部影片一下子获得非常多流量。其实最好的情况就是一部影片同时拥有着 YouTube 的推荐流量还有观众搜索流量，这就意味着不仅是观众能够主动搜索到这部影片，同时 YouTube 算法也会主动呈现这部影片给新的观众。在我的影片里面，我有提到我非常重视 YouTube 的搜索流量， YouTube 搜索流量也是我频道的主要流量。如果想要让你影片被越来越多人搜索到，就要学会找到高搜索量关键词。我这部影片会教你如何找到高搜索量关键词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。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动，可以关注 IG， 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经营对频道使用工具。那么下次再见，拜拜。